别跟着我，我没看见你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谁在咬我？谁？你是谁家的娃？这么深的夜，大雪封山，怎么孤零零蹲在深山里头？玛卡巴卡，蒋念，乖乖把手机交出来，跟我们回去见段爷，还能留你一条活路。做梦！想要手札，下去找阎王爷要吧！混账！人带着手札摔下去了，咱们空手回去，怎么跟段爷交代？我还活着，不对，我身上的伤全都好了。还好手札还在身上。3天前我接到父亲意外亡故的文书，3年前父亲将我送回神山，将祖传手札交给我。念念待在山里一辈子都不要出来。我觉得父亲的死疑点重重，便决定离开神山寻亲。可我刚一出山，就遭遇不明杀手追杀，险些身死，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你是谁？是你救了我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韩令。你确定要跟着我吗？这少年着实奇怪，不知为何执意要跟着我。问他家住何方，是什么身份，为何出现在冰窟下，他都不说话。你要跟就跟吧，但我可说好，跟着我会很危险，一不小心就小命不保，你可想清楚。段家追杀我的杀手弯刀纹路和父亲手札里标记的敌对商会徽记，都与这块要牌上的段字吻合。这个段家绝对和爹的死脱不了干系。这里大概就是父亲手札里记载的白沟村附近。走，去白沟村。在雪地里走了整整1夜，我们终于到了白沟村。可等来的不是炊烟，是死人的气息。当家的，你怎么就这么去了？定是那雪妖下的毒手，他害死了你，接下来说不定就要找上我们孤儿寡母，全村人谁都躲不掉。站住！外常人别瞎凑，这是雪仙石的诅咒，谁碰尸体谁遭殃，别给我们村招灾。我是走山的大夫，人伤受伤都治过，这伤口是不是野兽咬的，我一眼就能分清，绝不会给村里招灾。伤口边缘齐整，分明是刀刃切割后伪装的痕迹，皮肤下还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。段家连官府都怕，咱们惹不起，认命吧。姑娘好心，可神鬼之事宁可信其有，这是雪妖索命，我们只能备好祭品祭山，才能保全村平安呐。赶出去！赶出去！别招灾！3天，给我3天时间，查不出真相，我们立刻就走，亲自上山献祭品。父亲的手诀里提到过，白沟村和段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将两者链接起来的是一个叫做回阳伞的东西。还有今天那个状态很不对劲，段家、回阳伞，到底藏着什么勾当？来了。放开我！松手吧，他不是来杀我们的。赵大壮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是来赶我们走的，还是你发现了什么，怕我们查下去，引雪妖报复？我可死之前进山，偷偷喝了孙老九给的驱邪符水，这是对神明不敬了。你如何笃定你哥是因为心不诚，所以才遭此下场？
他身上的伤分明就是人为的。你要是相信我们，我们定还你个公道。你这是在哪里拿到的？就是这儿了。江念，这是回阳伞。看来你哥不是心不诚，是被人毒死的。害死他的不是雪童子，是人。是孙老九给孙老九一下回阳伞。回阳伞有很大的副作用，会使人短期致幻、精神错乱。如果服用过多，还有死亡风险。这个孙老九住在哪里？带我去找他。怎么会这样？还是来晚了一步，不行。你是什么怪物？是记录着回阳伞的发放名单、服用剂量和身体反应。这个孙老九果然和段家是一伙的，猪狗不如的东西，竟然昧着良心拿全村人做实验。这件事我管到底，走，先去报官。民女江念，求见最高长官。你拿来东西本是死物，真伪难辨，没有确实证据，我们无法查案定罪。江念是吧？你说你被段家雇凶追杀，但本将军现在更好奇，江小姐孤身一人是如何从段家杀手手中全身而退，还能从火场里抢出证据的？你报案之前，我找人调查过，有人亲眼所见，你身边这位少年赤手空拳接下弯刀，刀枪不入。边城重地，任何不明底效的危险人物，本将军都不能放过。他是我弟弟，天生神力却心智不全，只会自保。将军放着杀人害命的段家不查，反倒要对一个心智如孩童的人动刀。你是江清佑的女儿吧？我和你父亲算是旧相识，倒有几分情谊。你既然能追查到段家人头上，也算是虎父无犬女。不过有件事我很好奇，段宏志。家父从未提起。3天，我给你3天时间。这3日，本家军会暗中核查账册，若属实，自会秉公办理。但你2人若有半分异动，我的刀比段家更快。就是这里了。病态，可解百毒，生于血涎之上。下一站，青石村。白纸黑字的借据，欠100种种子钱，今天到期，还不上钱就拿你女儿抵账。告诉你，在青石村，我段家的规矩就是王法。你们给的是死种，根本发不了芽。白纸黑字，借的是银两，不是收成，种不出来是你的地不行，钱1分不能少。谁能证明是死种？你们故意发放死种，设下陷阱，这根本就是欺诈！欺诈？青石村的地种不活，怪得了谁？要么还钱，要么交人。再废话，连你一起抓走抵债。你使的什么妖法？这段家果真不当人，一个个都是披着人皮的妖怪。青石村的土地青黄不接，人们连吃饱饭都难。他倒好，为了垄断药材市场，竟然刻意把死种卖给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民。
图谱上说，这冰台生在雪线岩壁上，寻常人根本采不到。而且市面上1两冰台能换10两银子，这冰台完全就是有价无市。我明白了，冰台可以代替段家垄断的大部分药材，它没有种子，自然生长，生命力强悍，而且长在雪线上，不需要肥沃的土壤，正是最好的替代品。寻常人或许很难弄到，但是……韩林，我能麻烦你件事吗？这是冰台，是生长在雪原崖壁上的特殊植物，繁衍能力极强，而在它生长不需要土壤，只需要将它放在冰原上，就能很快开出一大片，是青石村作物最好的替代品。这是神迹，这是神迹啊！青石村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刘坤，谁敢用这种来路不明的野草？以后休想从段家买到半粒药材！刘管事，你搞清楚，我现在替全村还清这笔债。村民春耕秋口，看天吃饭，有了收成才有钱拿。现在我想出法子，让村民能够换上债款，你怎么还不高兴了？若是拒收，便是坏了段家自己的规矩。江念小姐，段家商会给你的信。段宏志想招安我，那当初又为何派杀手步步紧逼？现在这般示好，绝对有诈。不是这么种的，等春天来了，我教你。冷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冷。别碰我的孩子！水，这里的水不好。噬魂草无色无味，唯有以无根之水验之。这个段宏志竟然利用噬魂草，把整个村子当成了试验场。没用的，这水有毒，可喝了它就感觉不到痛苦，不喝会死的。你是谁？也是父亲的旧友。段家的残忍，白沟村生不出几试验，这里是更残酷的高阶试验。我去这井下一趟。3年前，你爹预感自己要出事，把这东西托付给我，说他若遭不测，就让我把箱子沉进井里。可我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找到这里。原来他早就从知道下山那天起，走的就是他用命铺好的路。段宏志就是个疯子，他认定你们江家血脉里藏着长生的秘密，想要将你们赶尽杀绝。你未走完的路我来走，你未做完的事我来做。完了，是段家的人，
他们来清场了，要把整个村子和我们一起烧光！别怕，我在。退后，我来。射死这个白毛怪物！念念，别怕。段家发了诛杀令，悬赏一个带白发少年和一个女医日，赏金有1000两呢。听说那女的叫江念，是个妖医，身边跟着个白发妖人。我们不走大道了，今晚就走猎户小河路进山。来了8个人。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！有人出高价，让所有山头势力搜寻我们的下落，死活不论。段宏志这是要把整个雪原都变成猎场。萧将军，段宏志在军中有眼线，我若公开庇护你们，他会以通匪之名参我，但我不能坐视他屠戮我治下之民。段宏志的罪名早已不是垄断药材，这是屠村，是谋反。我需要官府的帮助，也需要后援。这些就是人证，但立法上的证据需要你去收集。我会以调查匪患为名封锁此地，账册物证派人誊抄存档，但我的人不能出现在段家地盘上。你若被抓，我不会承认与你有任何关系。3年前，我父亲的案子，将军查过吗？这是当年的案底，验尸仵作后来无故失踪，记录漏洞百出。我一直怀疑是段家人又做了什么手脚，但没有证据。我帮你，不是为了你。我欠江清佑一个公道，他那样的人不该白白冤死。父亲的冤案，终于有了第一份官方的线索。无名血骨，这是……难不成……原来父亲早就找到了段宏志的藏身之地，他本来打算自己去的。我记得这个神奇之地很危险，连官府都未曾涉足，但白沟村、青石村、望山沟，所有试验场最终都指向这里。毫无疑问，这里就是段家所有罪恶的源头。我们必须去这里。那就去，我会保护你。江家的丫头，去不得。那里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。清佑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死前曾来找我，求我，若他女儿查到禁地，务必拦下。可惜老朽还是来晚了。古神大人，难道您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您认识我父亲？禁地里面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他不让我去？因为你是江家最后人，据写你能正成神仙，神明神不可一见秘方。神仙，所以段宏志追着我不放。不要的不是你爹的，是你，他要活祭你，用你的血狐奸破教。我记起了一个人，我的名字好像就是他取的。你是他的后人，也是我的归处。完了！
他们循着老朽的踪迹找到了这里。江念，带孤神走，禁地之中有唤醒他的钥匙，老朽在此。段家小儿休想逾越。我们一起走。你爹用命为你铺路，老朽也用命为江家守祠。你若不走，我们都白死。走。这些都是硬闯筠道的死士，段宏志肯定找到了另一条密道，才敢深入到这里。他连对自己人都这么冷酷，当真是为了长生不择手段。那里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这是实验数据。原来段家从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，但因为缺少活的神血继承者，计划始终未能如愿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很久，江念。不必紧张，按辈分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大伯。当年我与青佑一同爱上你的母亲，最终他带着江家的使命和你母亲离开了段家。我创立段家商会，只是想证明我比他强。大伯，你就是这样跟侄女叙旧的？既然你求旧情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的血我要定了，你身边这位神明我也要定了。没有了神血，他会再次沉睡，最终消散，而你将成为我长生之路的祭品。你不配。韩灵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要走出去，别让他们得逞。你不能死，江念，你不能死，是你唤醒了我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我没有过去，你是我的过去；没有未来，你是我的未来。江念，不许死！所以，我们的血是神力的聚存，我们都是他的容器。不是容器，是同伴。原来所谓长生，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误会。神血是共生的契约，而非永生的密钥，强行抽离只会同归于尽。现在，我的力量也是你的。你们以为躲在下面就安全了？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就让它永远埋葬。抓紧我！左边冰壁最薄。结束了。不，他还活着。前辈，
您用命换来的路，我走完了，您安息。韩念，这是江家先祖留下的信物，是给神血后嗣与神明的祝福。等这一切结束，等血缘干净了，你亲自给我戴上。段宏志没死，他会反扑，我们不能等，要从根上拔掉他所有的獠牙。经济瓦解需要时间，段宏志吃了大亏，一定会在做孝前疯狂报复。他有近百私人死事，官府短时间内没法全数清除。所以第一步不是打经济战，是用他最依仗的武力击碎他最后的自信。这是我结合父亲手植与寒灵对植物的感知总结出的核心技术，足以绕开段家的药材垄断。我们分3路走，一路培育雪深冰台，断他的货源；一路联络被压榨的商人，散他的人脉；最后一路，等他乱了阵脚，将军出面，依法查抄他所有产业。如此，就按江小姐说的办。江清佑若在天有兵，会为你骄傲的。段宏志疯了，要提前开启血祭，目标是边城，要拿整座边城的百姓当他泄愤的祭品。他竟能驱下狼群，这是要攻城战！快点燃烽火求援，所有士兵死守城墙！那是狼族圣物被污染了。必须毁掉那个哨子！怎么毁？我们连城门都出不去！他在燃烧他们的生命，我需要谢谢他。段宏志，要神血就冲我来！躲在后面驱狼，空洞的死本，算什么本事？护驾，给我杀了他！他跑不了的，所有路我们都给他堵死了。他不是要逃，是要鱼死网破。祠堂是江家与银狼神的见证，他要去毁了那里，毁了他得不到的东西。他在积聚最后的邪力。江小姐，萧将军已带兵查抄段家所有产业，账册人证全部收缴归案，商会连根拔起。只是段宏定本人不知所踪。你回去转告将军，他要去雪中祠堂，我们在那里做个了断。所有罪证清点封存，涉案人员全部收押，一个不漏。这件案子要办成结案。你来了啊！进来吧，侄女，来看看你们江家最后的荣耀是怎么被我碾碎的。我爹当年不向你低头，不是高傲，是因为你想要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江家神血长生不死，是你们自私，是你们江家霸占着长生的秘密。神血从来不是长生钥匙，是共生的契约。强行抽离，神明消散，宿主死亡，
你3代人无数条人命追的，只是你自己贪婪编出来的谎言。萧将军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爹，您的公道很快就来了。段宏田犯谋财害命、非法拘禁、活体试药、勾结官商、妖言惑众、意图糊成10大罪状，桩桩有证，件件属实，你可认罪？还我女儿！我女儿被你抓去试药，生死不明，你这个畜生！罪无可赦，按律判处斩立决。段家所有非法资产尽数充公，用于赔偿受害百姓，重建血缘医药体系。爹，安息。你现在虽是完整的神明，可到底还是会疼的。我想帮你，我可以学。狼族滚出去！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在我的医馆，只有病人，没有人兽之分。这伤是人类陷阱造成的，我会治好它。我也会请将军下令，伤到沿线禁用这种致命陷阱。但你们也要承诺，不准踏入人类村庄捕猎。善我身。医馆内设立2族调解处，往后有纠纷都来这里说理，不准私自动手。所有伤人陷阱、越界狩猎的事都会登记在册，定期上报萧将军，按规矩处置。打败段宏杰只是开始，要让这片血缘真正痊愈，得建起一套能长久走下去的新规矩。古神，族内事务未平，请您回族地履行您的职责。
神，今日我等冒昧齐聚，绝非无端叨扰，实乃狼族千年未遇的存亡危局已然到了无人可解的地步。句句诉说，唯有神明回归才能稳住局面。古神，您不能永远流连于一个人类女子身边，族群需要您的引领。你需要我留在这里吗？你是寒灵，这片雪原上所有的生灵都是你的子民。去吧，去做你该做的事儿。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很快，我就会回来。江大小姐，会长死了，可我们兄弟还活着，抓了你，血缘照样是我们的。段宏志到死都没教会你们一件事，你们以为我很好拿捏吗？医师，朋友，我们保护。没想到当初的一点善意，如今成了危难时的守护。我们争的根本不是地盘，是活下去的资源。再斗下去，只会再出下一个的段宏志。这份协议不是谁让着谁，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条能堂堂正正活下去的路。他的话就是我的话。边城公府正式承认这份合约，以官方之力保证执行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傻子。人类不好，我们是要去婚礼规矩，老天地麻烦。罪徒段宏志祸乱两族，挑起纷争，现已伏法伏诛。自此，人族与狼族停战订约，两族合约即刻生效。放我下来，还要行礼呢。以神格为师，江念是我唯一的人精。你现在还觉得孤独吗？你在这里，心就是满的。行了，我去打水洗漱。傻瓜，打水又不用神力。我在学。
算了，打水这事儿以后我来，你负责保护医馆就行。都要学。你说的，这里是家，家的事一起做。江大夫，快开门，出事了！江大夫，救救我和孩子！血源这地方，女人生孩子就像闯鬼门关，我得把反科这块整理出来，以后少些人遭罪。我们会有孩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神血后人，你是神明，我们能走到一起，已经打破了千万年的规矩。至于后代，我也没有答案。有是礼物，没有你也是全部。父，这是你种的？他不听话，我的神力催生不了他。种地和打架不一样，不能用神力，要用手，用心。像这样，轻一点，慢一点。以后这里就是我们家的药圃了，你种的这些我都用得上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没睡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，吃点药就好。休息，明天我看诊。我只是该烧，不是重病。休息。你又不懂医术，怎么看诊？你教过我认药材，外伤我会，其他的我让他们等你。内伤等，急症等，不急也等。这尊图腾是族中最老的匠人耗时3月雕成，按古律，它该立于古神栖身之所。我们商议后认定，您所在之处就是新的圣地。这尊图腾也代表狼族对医馆、对江依依的全部认可。这份信任我收下了。这尊图腾立在医馆正堂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人还是狼族，进了这个门，只有病患，没有异族。千万年了。这或许才是神器真正的意义，不是约束，是连接。从今天起，他再也不能伤害任何人了。江医师，按规矩，你的夫婿之名该补录于身册。你也签下你的古神名。爹，您看见了，我把江家的路走出了新的方向。好看。去后院，每人种1垄药田，等收获的时候，你们就是朋友了。这就是你想看到的血缘。还会更好。若神血与神格完全融合，可诞新生。
是真的。是我们的。他会是我们的未来。苦。是个男孩，你看他的头发，他好小。爹，您看到了吗？这片雪原终于痊愈了。